九重天，云海间，风云舞。数万年来，多少英雄豪杰为九节剑相互杀伐，只为傲视九重天。因得万劫寂灭，天地巨变，殊命途。交出九节剑！九节剑，一剑寒光，反正九节剑在我手上，想要的话，凭本事拿。楚阳，休得猖狂！你不过是凭运气得来这把绝世好剑，今日之后，剑落谁家，还并未有定数。哼！亏得你膘肥体壮，功夫却全在嘴上。受死吧！兄弟，那九节剑是九重天第一神兵，你看他早已暗自蓄力，你还未近身，就会被剑气所伤。哼，九节剑虽锋利无比，楚阳却只是个武尊，远未修成人剑合一的境界。我们联手去攻他，他必将首尾难顾。至于最后九节剑归谁，咱们再徐徐商议。哼，区武尊，不过是雕虫小技。我刚到这风擂台，才获取第五节碎片，你们就追杀至此。哼，少废话，受死！知道我是九节剑剑主的人，都得死。九节剑剑士，一居风云，碾噬黄河。九节剑是我的。
阳，千舞小心！我怕伤了你。青舞，我修炼的是无情剑道，如今你陷入瓶颈。初阳，九劫九重，在乎一心。当日我和你在一起时，为的是修心。如今三劫灭情斩，须以情相为，炼成的关键，即是斩断情缘。斩断情缘。一生不轻舞，一舞一生苦。今生为君舞，纵苦舞一生。什么独见武尊无情剑客，连自己的爱人都保护不了。初阳，恐怕不能看到你重生九重天的样子了，就让他代替我陪着你啊，初阳，你死在你怀中，我很满足。救你！原以为离开了你，我就能破情入天道，现如今得到五劫碎片，却在这风雷台险些丧命。世人道，得九劫者得天下，可我初阳拥有了九劫剑，却已失去了所有。三劫灭情斩！是山血海，亘古香。好身法，真不愧是独见武尊。可惜今日有人要你性命，吾今生都不能与你公平一战，实在遗憾。九劫出，天下乱。你一仗九劫剑碎片，在风雷台犯下如此杀戮，真是持剑不正，德不配位。别废话，快诛杀初阳！
王者。三位算准时机来风雷台截杀我，没想到堂堂王者，居然也用这偷袭的手段。小儿狂言！这上3天，岂是你这区区毒剑武尊能撒野的地方？你们也想得到九节剑？我们并不想要九节剑，而是想要你死。不过，顺便接手这5节碎片，也算得一件意外收获。楚阳，你为收集这9节剑犯下杀戮大罪，成了孤家寡人。事到如今无人相助，都是你自取其咎。住手！天机兄，他们是冲我来的，快走！莫少侠，你这是何意？你居然是你！神盘鬼算，莫天机！楚阳，枉你也算是9节剑剑主，头脑却如此愚蠢。实不相瞒，此番能得知你在这风雷台收集9节剑，正是受益于莫少侠。天机兄，莫天机，他让你断剑不辞而别，今日重逢却是要杀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都是你做的好事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这把残剑就对你这么重要？莫天机，那些贼人酒吧，枉你我平日意气相投，今天竟也为这9节剑就背叛兄弟之情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执念这残剑？明晚不离，不可救药。受死吧，楚阳！你不配拥有9节剑！你们都想要9节剑，可你们永远得不到。还愣着干嘛？阻止他！9节剑，以我心血，轮回万劫。9节剑主，
亲我。我真的知错了，是我负了你啊！亲我，若有来生，我定不负。谭谭，为了揍赢你，早饭我可喝了3碗秘制稀饭。怎么样，很有气势吧？嘿，嘿，来！谈笑有鸿儒，大力安其心。耶！大力探奇迹，锤啊，怎么样？这一招可是我苦心钻研的谭少爷，未来必将成为我天外楼绝学。楚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啊，怎么消失了？楚阳，楚阳，不是真出奇迹了吧？啊，师兄，师兄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的好师兄，你快出来呀！别吓我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想你东西吃了。师兄，师兄，活着的时候遭人背叛，死了以后还不得清净。别吓我呀，师兄！只是这被击打的感觉，怎么会如此真实？啊，奇怪，我怎么会浑身寒冷麻痹？冰魄银针？锤啊！舒阳，你说话呀，哪里不舒服啊？喂，你不要吓我！我如此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，颜值都要被吓跑了。完了，师兄被我打得气儿不顺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楚阳，楚阳，别嫌弃啊，再人工呼吸。松开！你不至于一棍就这样被我弹废吧？他们敲了你那么多棍都没事，为啥我弹你一棍你就赖上我了？虽然我有天赋，可这也太不公平了。能这么聒噪，这世上也只有你谭谭一人。楚阳，都说人死前重要的人会再次相见。那青武呢？青武一定在。没想到，我谭谭的修为已经这么厉害了。不知道师傅会不会选我去比武呢？比武？什么比武？马上要进行的珠峰大比啊！这是我16岁的容貌，还活着。紫竹园，后山，比武台，谭谭，真的是你啊！真打出问题了。放心，以我的颜值发誓，我会照顾你，对你负责的。真想不到，我被九节剑一剑穿心，竟回到下3天宗门珠峰大比的年纪。原本受损的身体也毫发无伤，这残影的样子，像是九节剑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谭谭主阳，你们瞎嚷嚷什么呢？
紫竹园都要被你们炒空了。你们到底比试完了没有啊？石金山？怎么是他？祖慈，抵抗者一律处死！给我搜！楚阳，这下面是天外楼世代弟子修炼之所，寒冰之壁，可暂保你无事。师傅，我们一起下去暂避。不，我孟超然作为紫竹园园主，天外楼九峰一员，逢此大难，誓死也要守在这儿。师徒一场，楚阳不走。哎呀，真是师徒情深啊！哎呦，师傅，别来无恙啊！石金山，竟然是你！楚阳啊，连大师兄都不叫了吗？恶贼！石千山，你屡次违背门规，我都百般护你周全，可你竟这般不知悔改，在今日做出这等欺师灭祖之事。护我周全，枉我为天外楼紫竹园当牛做马10几年，不过犯了点小错，你就将我逐出师门。现在有人要灭了天外楼，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飞黄腾达的好机会。无耻之徒！当日若不是师父为你求情，你可还有活路？楚阳啊，别着急呀，师兄弟一场，今日就送你去和谭谭相见。你谭谭那个大嘴巴，临死时还哭着让我救他，真是又丑又烦。果然是你杀了谭谭，我和你拼了！楚阳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君子坦荡，天外楼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走狗，也休想用我的尸体前去邀功。剑宗，楚阳，你我来世再做师徒。师父。师父。
石先生，给我拿命来！糟了，剑怎么激发不出来？就连剑影也没了，还只是个五毒雄伟。楚阳，你让谁拿命来？我灭了你！你这雪山大脚怪！大师兄，楚阳脑袋被我弹晕了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生气会影响颜值的。啊，这么说，你俩比武切磋是楚阳输了，可他5图3品，而你不过区1品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用了一招大力弹气技，他就剩脑残了。楚阳，让我看看伤哪儿了。我伤在哪儿，你最清楚。别担心，大师兄帮你疗伤啊。这次还是出手暗算，小人。也罢，让我戏弄戏弄。我有点想吐。哎，你给我松手！还愣着干嘛？快告知师傅比武结果，让师傅诊治吧。好，我来背楚阳。你背我，师兄。我现在四肢乏力，你背我吧。好好受着吧，给你来个千斤锤。喂，你可别吐我身上！这家伙，好沉。你这家伙要少吃点。哎呀，大师兄，我怎么让你背着？使不得呀！哎呀，使不得！你快放我下来。楚阳，大师兄怕你2度受伤，一路背你，你都忘了啊？谈谈楚阳，大师兄还有一事相求。我平日里待你们不薄啊，这次又是比武的胜者，师傅若是赏赐些什么灵药仙丹，那自然好；若是师傅忘了，你们懂的。放心放心。千山杨二，你们这是？师傅，真的是师傅。谈谈，快拉住他！楚阳又魔怔了。师傅，快救救楚阳吧！在跟我比武时，被我的弹射剑招把脑袋弹昏了。又夸张了。刚才大师兄帮我疗伤，我早就清醒了，只是突然见到师傅，有点激动嘛。师傅，我也查看过，楚师弟并无大碍。这次师门比武，我早将谭谭击败，而楚阳则败给了谭谭。弟子如能代表紫竹院去争夺天外楼10名内门弟子名额，必将勤学苦练。千山，你向来办事沉稳缜密，珠峰大比是个难得的机会，为师希望你认真准备。那师傅你曾说过，既然千山是此次比武的胜者，这上等灵药春秋丹就给你提升功力吧。师傅，楚阳比武受伤，都因为我身为师兄没有尽到监护之责。春秋丹，不如给楚师弟疗伤吧。好一招欲擒故纵，不仅能得到春秋丹，更留下个谦让同门的好名声。大师兄参加珠峰大比，提升要紧。楚师弟功力弱，疗伤要紧。提升要紧，疗伤要紧。提升要紧，疗伤要紧。提升要紧，疗伤要紧。大师兄，提升！哎呀，
既然大师兄这么关爱我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师兄，你疼我，真是长兄如父啊！春秋丹能抵1年修为呢，大师兄为同门着想，真是谦谦君子。剑山，没想到你心怀仁慈，如此为师兄弟们着想，为师真是欣慰。想来我紫竹园只有3个徒弟，此次珠峰大比，不如你们都去参与历练。多谢师父信任。这回可以去聚云峰玩了。天外楼众人将要在聚云峰下为我的美貌折服喽！都去？那弟子还是觉得，还是珠峰大比比较重要。啊！没想到你们师兄弟2人感情这般好啊！徒儿担心师弟伤势未愈，手抖把春秋丹弄丢了。哼，你石千山机关算尽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倒让我占了便宜。为师真心希望你们有人能成为10大弟子，继承这紫竹园。不过若是不能，也不要强求，我们师徒另找地方隐居就是。为师离武宗只有1步之遥，无法突破。我打算外出修炼些时日，你们要看好紫竹园，不要招惹是非。师父放心，多带点干粮。我何不助师父一臂之力，以报答2世恩情？师父，请您放心，不用操心弟子们。自古以来，君子坦荡，如天地不移，江流石不转。楚阳，好一个天地不移，江流石不转呐！楚阳挨了我一招，怎么变得咬文嚼字了？师父哪里知道，他前世这趟历练凶险至极，修为也没有提升。哎呀，师兄签上的宝物，我还真怕弄丢了。什么味儿的？好吃吗？楚阳，你又怎么了？春秋丹药力强劲，活该你小子消化不良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正所谓，多喝热水，包治百病。没想到没了九节剑，以现在的身体消化这个春秋丹，居然如此吃力。楚阳，谁？是谁？谁在装神弄鬼？别慌，助弟子的丹田内。谁？你是？自上次九节剑破碎后，我就已沉睡万年。因你用九节剑最后一式刺入心脏，才将我惊醒。这么说来，我竟无意间激活了剑魂。这是我未得到九节剑实体，我也只能寄居在你的丹田之内。没有实体，老夫能力亏得很，这春秋丹的药力都不够塞牙缝的。怪不得之前虽有剑意，却用不出剑招。当务之急，你需要赶紧去找齐九节剑的9块碎片。那时，老夫再让你见识一下九节剑真正的力量。前世我煞费苦心收集九节剑，却落得众叛亲离。现在，我只想救下师父和谭谭，还要找回亲武。哎呀，真笨！要是连兵器都没有，怎么救人？可，我现在只是区区武徒修为，碎片收集，谈何容易？九重天世界各有规则，你得到九节剑后，只需打好根基，尽快修炼。杀戮上3天，也绝非遥不可及。到那时，谁还害得了你的爱人？抓紧时间，图是者。
师中四王地军胜。按层级修炼，到时啥？你等等，你咋一惊一乍的？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你看我好着呢。没想到剑已散，剑魂却还残留，怪不得我能死而复生，重回少年时。有了春秋丹，也拥有了剑魂，那就用它来提升一下吧。金血玄山果然是天灵地宝，不是那么好得的。前世记得是剑山树，他是在后山一棵大树下得到的金血玄山。大树，这棵树根基如此粗壮，定是获得了天灵地宝滋养。金血玄山一定就在树下。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好险，灵药之地果然有毒虫猛兽看护。看这看七寸。好个警官蛇，身体居然比铠甲还硬。好厉害！天地万物都有其弱点死穴，这大蛇肯定也不例外。我看他金冠便是弱点，只是这獠牙巨口，我难以击倒。好强的毒性！真是天灵地宝。楚少侠刚才挺机智的。剑魂，你再晚现身，我就要让那大蛇给生吞了。现在的你尚未得到九节剑实体，只有当你体内灵气充沛时，才能让我活跃。上次春秋丹支撑我与你对话，你实属不易。说来说去，你不过是藏在我丹田内毫无用处的寄生虫啊！太无知了！待老夫小小施法，让你见个大世面。你可将剩余的金血玄参放在丹田位置，助你炼化，效果远胜过肉身吸收。我已帮你从五毒3品升级成五毒4品。丹田炼化，真是不同凡响，竟能在转瞬之间提升修为。想我上一世，岂不都错过这般绝技了？这笨蛋，何止错过了丹田炼化，你所修的剑道更是南辕北辙，大错特错。你说什么？无情剑道以杀戮入道，哪里有错？上一世你心怀无情，却又留恋有情，殊不知无情有情相依相随。
执着于无情的人不明白执着便是有情，执着于有情的人也不明白过于强求意味着无情。你的认知浮在表面，自然也难以登上剑道巅峰。老夫和你目标一致，又不会害你。趁着药效，你赶紧调理气息，将积血全身，彻底除练积血脉功吧。无情即是有情，有情即是无情。有情无情，在乎一心。前世我不惜以邪门功法促进，以杀戮入剑道，以无情渡九劫，没想到却是大错特错。难得重来一回，请我这一生，我不会再放手了。聚云峰、剑剑、莫天机，我也要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的人出来！哎呀！师兄，我看他们是故意的吧？分明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！是啊，大热天的，喊了好久都没人接应。师弟，紫竹园虽与我们交往不深，但亦属同门。来的时候，师父也特意嘱咐过，讲话要客气些。吴师姐说的是，天热，快到阴凉处歇歇脚吧。聚云峰乌倩倩，锁云峰李剑银，奉命传达掌门口谕，劳烦紫竹园的师兄开门。原来是锁云峰大公子，他爹李劲松可是天外楼的2号人物，怪不得如此猖狂。没想到掌门之女吴倩倩也在，她倒是有理有节。师姐，要我说，我们来也来了，喊也喊了，不如写张纸条贴在门上，咱早些回去吧。不妥不妥，我们一定要当面通知到，免得被孟师叔怪罪。这紫竹园在九峰医院垫底，孟超然又算什么？谁啊？哼，你这目无尊长的狂妄之徒，也配是天外楼弟子？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爹是天外楼锁云峰当家李劲松。李师伯的威名我自然知道，只是向来以家规严格出名的锁云峰，怎么出了你这目中无人的纨绔子弟？小子，我看你存心挑衅！哼！哎，李师弟，珠峰大比当前，师父交代，切不可冒冒失失。请问，你是紫竹园哪位弟子？师姐好，我是紫竹园2弟子，楚阳。楚阳。聚云峰乌倩倩，劳烦通禀下孟师叔过去一趟，掌门有要事相商。师父今日闭门修炼，并不见客，楚阳一定代为通传。早就听闻乌师姐对人亲切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。师姐，既然已经通知到，这孟超，
师叔都已经闭门谢客了，天气炎热，我们快些回去吧。你在紫竹园门口大呼小叫，直呼我师父名讳，就没个交代？李师弟口无遮拦，我这个师姐替他道歉，还请楚师弟见谅。啊，师姐使不得。你是掌门千金，楚阳不敢受此礼数。哼，不像有些没有自知之明的家伙。你是废物，在阴阳谁呢？废物，你骂谁？废物骂你。不错，废物骂我。好你个楚阳，不光丢石头砸我，还敢在巫师姐面前辱骂我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李建言，这是紫竹园，你冷静点，跟我回去。回什么回？哼！剑淫言出必行，今天我要和你比剑。不敢不敢，我可不敢和你比剑。大哥，这小子还敢摸剑？既然有意比试，那就拔剑吧，让我看看你的能耐。紫竹园穷得连件像样的兵器都没有吗？不如你转投我爹门下吧。师兄，师姐好像生气了。算了算了，他连兵器都没有，咱们已经赢了，甭打理他。哥，我刚出过了一桶台式美容养颜清凉膏。这是你朋友吗？快来一起尝尝吧。吃完饱准儿，和我一样帅。那你得多烧点，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确实也可以打包带走啊。我算算，这一共1、2、3、4，4个人4张嘴。够的够的。没你事儿，远点。我好心请你，你不吃算了，你这么凶干嘛？紫竹园的徒弟，一个废物，一个饭桶。孟超然教不了就让贤吧，让我们锁云峰来管理。够了，师弟，你若再惹是生非，我定将此事禀告掌门。切，臭小子，山不转水转，等着瞧。走。姓李的，你几次三番辱我师父师弟，我楚阳今日要为师门讨个公道。对，对付这种鼠辈，我一个就够。师姐，你可听到了？是这小子大言不惭，那就让我来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别！烈焰斩！看不出来，你还真有点本事。今天就让你开个眼，什么叫做51品的实力？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了同门。没想到这5途出击的楚阳，竟和李建营斗得有来有回。现在磕头道歉还来得及。好猛！眼下我不过5途4品，硬碰硬肯定是要吃亏的，还是要抓他破绽。锁云峰招数以天地为例，万物为虚，可他修为虽强，却疏于练习。劲风虽重，却不能随心御剑，反而被剑带着走，下盘散乱。这步伐，
龙道，有剑魂辅助金血全身吸收，力量大增。认输了。你们没事吧？我浑身都疼，我不能动了。来，你先起来。五师姐，你不用管我，我为师门尊严死得其所。我无权无势，功夫在宗门里也是垫底的。他们索雍峰弟子众多，以后我哪还有活路啊？楚师弟，莫要说些有的没的。你们都先起来吧。那万一要是宗门责问，吴师姐，您可要为我秉公作证啊！这都是李师兄非要和我比试的。放心，师姐答应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师姐，我头好晕啊！谢谢师姐帮我起来。楚阳，没人！我的剑呢？李师兄，我认输了，你不要再打我了。师姐救我！你个小人，离我的师姐远点！我的师姐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李师兄一直口出狂言，原来是想在师姐面前出风头啊！愣着干嘛？不知道帮我吗？咱们一起上，揍死他！除了师姐，算我的！何人在我紫竹园闹事？大师兄，你要给我们撑腰啊！大师兄，你可来了！这人不仅侮辱师傅，还在吴师姐面前言辞粗鲁。吴师妹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来了？千山有事原因。石师兄，你可算来了。我和李师弟前来传达掌门口谕，没想到言语之间会闹出这么大的误会。这石千山早就对吴师姐有好感，李建营也是。哼，让他们争风吃醋一番，得罪了索云峰的人，石千山就进不了内门。哎呦，师兄，你可要为咱们做主啊！他直呼师父名讳，说我们紫竹园全是废物，不但不听师姐告诫，还对吴师姐凶。你看什么看？你一群小人还敢告黑状？大师兄来了又怎样？我打的就是你们紫竹园的人。就是怎么样？再跟我找不痛快，我就要你们紫竹园的人好看！我弯掉了！我的腿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再废话！我大师兄打得连你爹都不认识你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我石千山不会让你再倩倩在紫竹园这里放肆。石师兄，虽然事出有因，可他毕竟是随我而来。我向来爱憎分明，凡有对师父不尊者，必须严惩。这也是我天外楼九峰一元的门规啊！师姐，你得帮我讨个公道啊！李师弟他年少轻狂，口无遮拦，倩倩在这里替他向紫竹园道歉，还请你们让我带他回去疗伤。既然巫师妹开口，那打骂师弟的事，我也不便深究。严惩狂徒，必须道歉。对，道歉。他侮辱了紫竹园，让他道个歉总可以吧？听见没有？我们大师兄说了，
乖乖道歉，就饶了你。我石师兄可是天外楼年轻弟子里面的第一高手，不道歉的话，没你好果子吃。对，没你好果子吃。第一高手，居然还想要我道歉！老子这辈子就没道过歉。石千山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，怕你不成？你何时来，我石千山便何时等你。石千山，今日这话是你说的，以后可别后悔。李师兄，真是好剑呐，好剑！还请二位千万别忘了，我父亲请孟师叔去聚云峰，有要事商谈。大师兄，刚才出手可真是果断，吴师姐肯定印象深刻。哼，少来这套！这次我是看在巫师门的面子上才出手的，我可还记得上次春秋丹被你诓去的事。哎，那小子口气不小，是哪儿来的野小子？我也没听清，好像是什么锁云峰的李剑人。李剑人？什么破名字？锁云峰？剑银？李剑银？锁云峰的大公子啊！对，就是他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看他正要自报家门，你飞起来就是一腿，我插不上话呀。李剑银岂是好惹的？他爹不光是锁云峰的当家，还是此次珠峰大比的主持。我成为内门弟子的事算是完了。楚阳，全赖你，让我无故陷入这等险恶处境。师兄，你刚才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师门啊。对啊，大师兄，我还想夸你那一脚大力车骑技呢。你们，数字不足与谋，一帮胸无大志的家伙。我天外楼自3代弟子后，门派逐渐衰落，如今又夹在铁云、大赵2国之间，局势愈发艰险，还是要找个靠山才算稳妥。此事关乎天外楼存亡，还请掌门慎重行事。这些年，铁云日渐衰败，而大赵的当朝宰相第5轻柔，野心勃勃，对天下的门派亦有清除之势。我们，爹啊！结音，是哪个恶贼将你伤成这样？是紫竹园的弟子干的。爹啊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好你个孟超然，教出的徒弟，这是要反了天了！紫竹园平日与世无争，此事恐有隐情。是啊，还是先问问清楚，免得伤了宗门之间的和气。哼！早告诉你，出了锁云峰要谨慎些，少给我丢人！劲松，你先带侄儿回去，治伤要紧。愣着干嘛？给我带回去！倩倩，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李师弟他口无遮拦，确实辱骂了紫竹园，才被石千山打伤，并非紫竹园弟子无故闹事。这李剑银平时就仗着他爹在天外楼张扬跋扈，这下终于能消停些日子了。倩倩，在你看来，紫竹园弟子本领如何？大弟子石千山好像有些心思，但为人有点装腔作势，谈谈显得单纯可爱，
像个小孩子。至于楚阳，女儿发现他并不像传闻中那么孤僻木讷。他虽然只是武徒修为，却能与李建营比试时打得有来有回，而且沉着冷静。我甚至怀疑他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。楚阳实力排名700开外，不在册子里。好。倩倩，爹有件重要的任务，打算交给你。大力弹奇迹！哎，楚阳，你快看，又出奇迹了！好多萤火虫啊！哎，你看多漂亮啊！你有心事吗？我有点想念一个人。想念是什么感觉啊？这一世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他翩翩起舞的样子。我只有尽快提升实力，在珠峰大比中获胜，方能离聚云峰的觐见更进一步。上一世，喷涌的剑气可将玄武巨岩洞穿，现在却只够给主子挠痒。杨儿，师父，早起练习，剑术和修为都有所进步，很好。不久珠峰大比就要开始，徒儿不能给紫竹园丢脸，更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片心意。你的剑势的确有些长进，但切记不要有杀心杀意。师父明鉴，徒儿认为，只有以杀心御剑，才能练成剑心，剑心成，才有剑胆，剑胆出，才能纵横天下。行走江湖还需保有善心，杀心杀意却不是江湖为人之道。可在弟子看来，剑客只有将杀心杀意融入剑气，才能令敌人望而生畏，方可快意恩仇。非也。练剑若只为恩仇，即便练成，这也是最下等的匹夫之剑。师父，弟子愚钝，还请师父详解。你只有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方能人剑合一。这其中道理，师父怕你领悟得太慢。你与你石师兄的敌武，我已有所耳闻。师父，师兄他……千山的确心机过重，有些不择手段。不过我也相信他能改过自新，而你，也切勿太过刚猛。九重天高手如云，待他日你行走江湖，会领悟更多。师父的苦心，徒儿知道了。或许是为师多虑了。
看来，有些事情也是时候告诉你了。16年前，就叫你楚阳吧。这是我在西舞台捡到你时，你的随身之物，现在是时候交还于你了。想必凭此物，还能与你父母相认。他们狠心抛弃我，从小被您养大，您才是我的父母。哎，他们或许只是身不由己。人的力量在命运面前很渺小，你将来也会遇到不得不放手的时候。父母舍弃你时，也应该是十分的于心不忍。第一次，记住了。我这身世，前任师傅竟然从未有机会提起。哟，一大早的，怎么哭上了？没有的事。我知道，你楚少侠当然不会流泪，只不过是这紫竹林的风让你迷了眼。这紫金玉水可是上等瑰宝，世间极为罕有，炼化了能让你连生数个天机。楚少侠是打算孝敬我的吗？门儿都没有，给了你，我的父母怎么与我相认？不给的话，那就得给老夫找更多的天灵地宝填肚子。可叹前世，师父被石千山害死，也没机会让我知晓自己的身世。这一世，一定不会让悲剧再次重演。这次得罪了李建银，我进入内门无望。嘘，怎么回事？大师兄一早就在折腾，吓得我连饭都没吃安稳。大师兄，快来吃早饭吧。还有心思吃饭？那李建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来寻我的麻烦。来了正好，我们师兄弟一起对付他。是啊，师兄不要自扰，他来，我们一起对付他。哼，吃的灯心草，放的轻巧屁，骗了我春秋丹长进了，也没见你收拾得了李建银啊！哼，李建银那把剑呢？哦，大师兄，这把剑削铁如泥，拿来防身正好。不过师傅也说了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还是给他还回去吧。石千山，你给我过来！师弟，您来的真巧，我正想着给您送剑去呢。啊，
话，留着对我们锁云峰的师兄们说去。磨磨蹭蹭的干嘛？快走！不好了，楚阳，楚阳！大师哥，就是这小子把我腿打断的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师兄，我听闻你最近口气不小，自称年轻一代第1高手，上回踢断我师弟一条腿，今日换我刘云岩在比武台跟你讨教，还请赏个脸。刘云岩啊，不，刘师兄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哪敢跟你锁云峰的大弟子相提并论呢？嘿，怎么一下子谦逊起来了？今天我来，主要是给师弟主持公道。刘师兄，我和剑银真的都是误会，误会。他们想干嘛？他们人多，别冲动。今天你打得好，把我这顿打是我应得的，气断了。打完别跟我说是误会，去劝劝剑银吧，他伤还没好，可别把他气坏了。是谁的嚣张劲儿呢？第1高手！哎，师弟，你消消气。你说的天外楼第1高手，怕不是厚脸皮第1高手吧？哎，瞧瞧这脸皮，肯定是练了金刚不坏。莫要笑话千山了。哎呦，哎，好疼啊！这小子居然用内功伤着我了。哎，不得了，石千山又伤人了。快去救人啊！你们快住手！你们来凑什么热闹？来看我笑话的是……哎，没你们事儿，一边待着去。打！给往死里打！出了事我兜着。楚阳，这眼下怎么办呀？楚阳，今日之事，是你害的。爹，师叔，这锁云峰的人太不像话了。上次就是李剑银无礼在前，这次居然更嚣张跋扈，是否要劝阻止他们？不必，老幺，这几人都在内门名册上，让我们再看看他们的表现。也罢。刘云岩屈平是锁云峰最强的弟子，石千山如此卑躬屈膝，也算是情有可原。习武之人若无一点底线，他日门派有难，为求活命，岂不是要屈膝投敌？唉，石千山，石千山。哎呀呀，开眼了，真是一场精彩的打斗啊！你谁啊？哎，师哥，上次就是这小子挑的事儿，这次一块收拾了。你们锁云峰师兄弟数人，一股脑对战石千山一个，被他折腾得上蹿下跳，这场比武真是精彩至极啊！哈哈，你也瞎呀啊！这废物都已经爬不起来了。或许我眼神不好，但耳朵可没聋，刚才分明听见你们喊疼来着。有点意思。你们锁云峰的人来我紫竹园闹事，之前骂了我师傅，现在又揍了我师兄，也太目中无人了吧？谁闹事了？我们不过是和石师弟切磋一下武艺。哎，对，切磋。天外楼规定，不同师傅的徒弟切磋需有长辈在场，
立下契约书，根据比武结果变更排名表，呈送掌门。如今这般，往小了说是聚众私斗，往大了便是忤逆掌门。别给我们扣帽子，痛快点，你也想练练？哎，都到比武台了，索性派个最强的来，让你见识见识紫竹园的实力。你也配和我大师兄过招？看我不打得你屁滚尿流！好好给咱们这位师弟长长见识。这位大哥，刚才我就注意到你了，被石千山揍得直喊疼，请问怎么称呼？你臭小子，这是我锁云峰二师兄曲平，武士2品修为。我楚阳虽然只是武徒4品，但还是勉为其难和你够过招吧。哼，还差5个品级才能跨级到武士修为，整整差着1个阶位呢。怎敢如此狂妄？听说是个废物，天外楼第8代弟子里排名700开外。不知道揍你的手感，是不是比石千山给劲儿？曲师弟，这小子不简单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是你自找的。正面战斗不占优势，看来得用身法。惊鸿云雪步。啊，好身法！小心，后面！敢耍我！这次抓到你了！别找了，在这儿呢。这掌法是……那是寒冰绝身掌，门派的高阶功法，年轻弟子极少有会的。倩倩，看来是你孟师叔教导有方啊！我几时教过他掌法？瞧你这口气，楚阳的功夫难道不是你教的？我只是点拨了一二。老妖，你还会遮掩了？行啊你！屈师兄不要手下留情，让我见识下52品的功力吧。是你找死！接招！天河道玄！一剑5朵梅。门派的入门剑法，竟被他用得如此出神入化。楚阳，你耍什么花招？屈师兄，就此收手吧。大力弹击技！真想不到，这孩子竟有这般表现。这反应之快，如同身经百战一般，不可多得呀！没想到此次前来，还有这么大的收获。承让，楚阳让各位师兄见笑了。
可恶，又让他装到了，一起上啊！今天这事有点古怪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怕什么？出了事，有我爹撑腰呢。我倒真想请教李师伯，你们来紫竹园串门打人的事，到底跟他通报过没有？掌门知道了又会怎样？毕竟，从始至终我师兄，他可没还手。哎，瞧我这记性！还有你李建英辱我师父那档事，我相信长辈们自有定论。有吴倩倩师姐给我作证的。咱们索云峰师兄弟100多口子，这九峰一员谁敢得罪咱？出了事儿有我爹呢！我还没有说。人家手下留情了，赶紧走。走。师兄，师兄，别走啊！楚阳，我记住你了。师兄们回来呀！给我走，楚阳！小李子，正吵你呢，还给你。好剑啊！要不咱俩再比划比划？大师兄，你醒醒啊！索云峰的师兄们呢？你一定不要怠慢，我忍辱负重，就是怕再得罪他们。那帮大草包全被楚阳赶跑了。你是没看见，楚阳厉害极了。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要不我陪你下山吧。楚阳，每次来都送东西，上次见，这次拐棍，不错，大师兄，正好给石千山用着。机智、勇敢、有担当，我天外楼正需要这样的人才。看来师兄不虚此行啊！光顾着看这些年轻弟子，竟把要紧事耽误了。老姚，还请你晚点再过去聚云峰一趟。哦。抱歉啊，放我下来。大师兄，洗洗脸吧。索云峰的人不把咱紫竹园放在眼里，对你下那么重的手，真可恶。幸好楚阳帮你通奏了他们。楚阳，通奏？楚阳刚才简直比我还帅，剑耍的嗖嗖嗖。索云峰大弟子的脸比饭被抢了还难看，李建英逃跑时都哭唧唧了。楚阳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大师兄，你是不是被揍糊涂了？揍你的是索云峰的人，楚阳是在危急时刻仗义出手帮你的呀。你懂什么？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为了顺利参加珠峰大比，才忍受着索云峰众人的轮番羞辱，功亏一篑，全被楚阳毁了。珠峰大比看的是实力。投机取巧，只能搬石头砸脚。谁叫你在巫师姐面前逞能，才酿成今天这般？再说了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大不了不比了。李建银肯定会在珠峰大比日报复，我成为那门弟子会难上加难。我。
师傅，刚才出大事了，大师兄他被……千山，你怎么样？多谢师傅，徒儿只是和狂徒打斗，受了点小伤。千山，你现在的伤势需要静心休养，其他事情不要焦虑。师傅，徒儿的伤不重。怎么不重？这帮索云峰弟子看着浮夸，练的却是分筋错骨的阴招，专挑经络处下手。啊，你也不必担心，只需静息休养半年。半年？那珠峰大比？师傅，你刚刚看到了？那您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徒儿？师父虽在场，但这是你们种下的因果。江湖自有生存之道。千山，为师知你胸怀大志，有些事必须尽早学会自己处理。师父教导的都对，只可惜没有早点来。千山，这段时日你要安心调养身体，切记不要运功用力，否则经脉逆流，只怕废了这一身修为。让千山休息吧，你俩随我出去。师傅，弟子刚刚……楚阳，我在竹林里都看到了，你做得很好。千山的经脉受损颇重，半年能否痊愈还未可知，一定不能让他动气运功，否则会伤得更重。啊？那珠峰大比，大师兄真的不能去了？大师兄他白念叨许久了。还计较什么？把性命保住了才是最重要的。谈谈，你向来最会照顾人，这些天可一定要仔细啊。我天天做好吃的，保证把大师兄养得白白胖胖。楚阳，为师要特地叮嘱你，千山本来就心机重，这次自毁前途，有些情绪也是人之常情。你凡事忍让，千万别与他斗气了，切记。徒儿谨记。你们都已长大，不可能在紫竹园待一辈子。人贵在自知，须知可为与不可为。千山他没有守住底线，希望这次的事能给他个教训。日后行走江湖，全靠自己，你们要谨慎为上。真是没法。老妖，来得正好，快！我查看过，石千山受伤颇重，伤及经脉，还请师兄赐黑玉绫络丹给他疗伤。黑玉绫络丹，此药颇为名贵。李劲松特别提过，要给他儿子珠峰大比预备。恐怕习武之人受伤在所难免。我去给你拿些别的补药，虽然药效慢，却也聊胜于无。既然此事因索云峰而起，那我只好与李劲松讨药去了。哎，老妖，天外楼九峰一员本就不是一条心，
李劲松他锁云峰弟子100多人，向来就与朱峰不亲近，平时安抚还来不及，此时再去，岂不添乱？内忧外患当前，为了天外楼存亡，掌门早已倾囊而出，就连倩倩也……倩倩怎么了？刚才不是才见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就在刚刚，我已派倩倩去了铁云国。倩倩，你不该拿女儿的性命冒险。我也知道倩倩此行凶险，但为了天外楼800余众的性命，我也只能豁出去了。大赵一家独大，不断蚕食铁云，大有横扫下3天之势。而我们天外楼地处大赵、铁云、无极3国冲要之地，如今门衰作保，大有被吞灭之险，已经岌岌可危。可天外楼向来不过问凡尘俗事，也并不得罪大赵啊。大赵屡战屡胜，其野心不止皇权国家，更有意染指武者世界，在暗中做了不少动作。下3天7大门派已有1家覆灭，其余6家也形势危急。大赵只等众门派混乱，便会趁虚而入，行吞并之事。所以，你这才急着派出倩倩去联合铁云。倩倩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只有派她才能展现天外楼与铁云合作的诚意。但在我的计划里，还缺少一个能够深入铁云，成为太子心腹的可造之才。当初素闻你门下石千山沉稳干练，颇有心机，但你我亲眼所见，此人即便没有受伤，也实在不堪大用。倒是楚阳，很适合为一大人。我就3个徒弟，此事重大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哎，你急什么？丹药你还没拿呢。不劳掌门相送。谈谈，师傅，最近几日怎么都不见楚阳啊？珠峰大比在即，楚阳每日都在后山修炼，修为还长进了许多。哦，他不光自己练功，还经常给大师兄带草药回来呢。那千山，你大师兄的伤势好些了吗？按您吩咐，认真调养，气色果然好了很多。刚才他还念叨您呢。希望他想开点儿，早日康复吧。师傅，人齐喽，快开饭吧！快尝尝我新学的雪菜芸豆粥，怎么样？别看你练功不认真，烧饭倒是很下功夫。我惊鸿云雪步练的不如楚阳，这谭氏雪菜芸豆粥可是一绝。这粥太香了。师傅！师傅，师弟，有人下毒，快去救师傅！楚阳，快醒醒，怎么回事啊？呸！没想到一箭3雕，都死了。我石千山，好久没这么畅快了。枉我在这天外楼多年，却处处受到遏制，混不出名堂。今日就和你们这帮庸人自此了断，索性我投别处去。他日定能东山再起。别怪我心狠，只有死人才不会提及我的过去。要投哪处去啊？师傅，你没死？石千山，你之前还嘀咕着要向师傅道歉，原来都是装的。
你们耍我！你真没良心的！当年你一家人在断云山下被抢劫，多亏师傅救了你的性命。这些年教你武功，你竟然要置我们于死地！轮不到你说话！石千山，你用心险恶，谋害同门，紫竹园留你不得！石千山，你的恶行，我都无脸让朱峰知道。念及这些年，你我师徒一场，今日将你逐出门墙，你今后好自为之。师傅，你这阴暗的家伙，比我台上你就是暗器害我，平日里更是机关算尽。今日有此，全是咎由自取。成王败寇，初阳，你别啰嗦了，想动手就来吧。师傅既然放你一条生路，你滚吧！我不想让师傅和谭谭难受。当真？但从此以后，你不准踏足紫竹园半步。初阳。真想不到，紫金玉髓竟有让疲惫感一扫而空的治疗效果。哼，坑小子！这块紫金玉髓虽然能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疲劳，但过度倚仗外力可不是什么好事。那是自然，武者需要冲破极限，到达新境界，每一步都要扎扎实实。嘿嘿，你倒是变得沉稳了许多。只是没想到杀伐果决的毒剑至尊也有优柔寡断的时刻。虽然前世石千山欺师灭祖，恶行累累，但今世他提前作恶，却是因我而起。我若是杀了他，未免不义。这一世，就由我来保护师门。去死吧！好个阴毒的石千山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竟还要暗算我！都是因为你处处坏我好事，今天我们就做个了断！伤成这样还能如此凶猛，到底是53品的弟子。你的披剑剑法为何提升的如此之快？这般心术不正。师父说过，君子失德，灾降于己；君子坦荡，天地可佑。那个孟超然满口假仁假义，自己胸无大志，过了半生还守着这园子碌碌无为，白白耗费我这修炼的好苗子。谭谭更是个废物，整天在紫竹园里过家家，像个白痴一样。而你楚阳，一直跟我作对，我失去的都要给我还回来！
天山，为师算不上好师傅，把你葬在这比武台旁，望你来生专心习武。这下面要人血吃，起得脱吗？师傅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当下师门危机已经解决，师兄你也算是警醒了我，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最终万劫不复。主阳，恭喜你修为跨界，现在已是5世1品。我刚刚好似翻江倒海，头脑里全是前世腥风血雨，很是恐怖。可是不知为何，心胸逐渐通透，感悟到体内宁静之意。石千山之死激发了你前世的杀戮和愤恨。你今日升级太快，要跨入5世，难免走火入魔。幸亏有紫金玉髓帮你平复气息，解开郁结。我父母留给我的，真是一件宝物。唉，可惜这等宝物没被我携手享用。楚阳，经过这几次激战，我对你是越来越有信心了。下一步你作何打算？当然是尽快拿到剑尖，找到我的亲武。不过，要是能找到我的父母就更好了。他们是……好快的身法！这二人究竟是何身份？胆敢夜闯天外楼？不好！谁？这二人修为不低。我都说多少遍了，不要直接来这儿找我，这么肆无忌惮，会给我招来麻烦。李峰主，你让咱兄弟俩一顿好等啊！李劲松，竟然是他！二位首累，最近门派内关系错综复杂，李某也不得不谨慎一些。你夫人的病情要是能等，我们自然不着急。怎么不急？相爷连连催问你何时候动手，要是再推迟的话，恐怕……天外楼9峰1元，仅凭我索云峰1峰之力，大事难成。不过，请传高大人，我有重大发现。乌云良暗中在联系铁云的人，恐怕已有所行动。看来他乌云良是铁了心要和我们大赵作对。大赵，李劲松居然也和大赵有勾连，怪不得前世门派覆灭时，索云峰却按兵不动。原来李劲松这老小子早就暗中背叛了天外楼。这是第5相爷赏给你的水晶灵芝3生丹，能够缓解你夫人的病情。
李房主，为了你夫人，也要早些动手。到时候别说是上等灵药宝器，就连天外楼的一草一木，都是你的。狄某自然知深浅，珠峰大比在即，就是个好时机。记着，第五大人在盯着你。第五青柔果真名不虚传，安插了那么多眼线，精通谋略，布局缜密，胆子不小啊！敢偷窥索云峰峰主的秘密，疏忽了。左为上策。刚才那家伙，他好快！太爷饶命！我真的什么都没听到，就算听到，我也无条件支持大赵，支持李师叔。不瞒您说，我跟李师叔公子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宝剑和拐杖都共用。满口花言巧语，石千山没少被你忽悠吧？你好好看看我是谁。不看，我看了我人就没了。让你看你就看。啊，乌掌门，弟子多有冒犯，还请掌门宽恕。刚才你都看到了，那二人隶属于大赵金马骑士堂，乃是大赵宰相第五青柔所辖，一个专营暗杀、颠覆、收集情报的绝密机构。金马骑士堂，大赵居然把手伸到了天外楼。第五青柔和李劲松暗中联络已久，我盯着这个叛徒，整整5年。5年？这么久？楚阳，你若是我，像这种局面，你要怎样应对？弟子愚钝。不用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探说无妨。依我看，掌门应该趁早剿灭那剑，否则外敌一至，天外楼将会像一盘散沙，不攻自破。当然，索云峰弟子100余众，肃清李劲松，还需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才能服众。老夫正有此意。我表面让李劲松负责珠峰大比，暗中则另作筹划，想借比武削弱他门下弟子。楚阳还有一事不明。憋不住了！嘘。天外楼只是江湖门派，若表面对大赵阿谀几句，暗中与其保持距离便是了，何必非要与其对着干？老夫也未尝没想过委曲求全，甚至想让出掌门之位。但第五青柔真正想要的，只是天外楼不断内斗，从而影响到战局，吞并掉铁云国，最终一统下3天。可，天外楼不过区武林门派，如何能影响国与国的战争？第五青柔暗中操纵各大门派内乱，若门派覆灭，习武之人为求活路，只能投奔强者，充当死士。大赵的金马骑士团便是这样壮大的。大赵好歹毒！不仅索云峰，9峰一员中与大赵勾结者还有3人，天外楼早已上下被渗透，岌岌可危了。看来石千山之死并不能逆转天外楼的覆灭。若是历史不能逆转，师父和丹丹还会有性命之忧。那青武岂不是这一世里还要再死一次？不能接受。以你的才智，若想守好天外楼，可有办法？以攻代替防守，联合铁云国，制衡大赵。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如今铁云国君铁士成常年重病，国事都依赖于太子铁普天，
此人虽然年轻，却颇有胆略，独立支撑铁云，与大赵第五轻柔相抗衡。怪不得在明面上，铁云大赵还相持不下。可暗地里，第五轻柔先后派了20几波杀手行刺铁补天，虽然被铁补天都躲了去，可一旦铁补天身死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天外楼也难逃灰飞烟灭的结局。如此说来，铁补天变成了关键之人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派乌倩倩前往铁云，跟在铁补天身边，借此换取铁云护佑我天外楼。乌师姐，可这铁补天身边势必凶险，您就不担心吗？我当然担心，可也只有倩倩去，才能向铁云表明我的诚意。天外楼弟子众多，但能当大任的却没有几个。石千山的死也算意外，原本我打算培养石千山，竟不知此人如此自私，毫无底线。派他去，很可能转手就把铁补天人头献给大赵了。他现已身故，我想委于你一个重任。我？你虽然不是内门弟子，在维护师门这点上，却比珠峰大弟子们都有担当。而且你头脑缜密，又会为他人着想，不仅是潜入铁云的最佳人选。倩倩与你有个照应，我也能放心。如此也好。九节剑第2块碎片就在铁云，时间也提早了许多。谁说苍天不可逆？我楚阳偏要逆了他。此事关系着天外楼乃至下3天的未来，楚阳，你不妨好好想想。楚阳，此事关乎天外楼存亡，弟子义不容辞。弟子愿意去铁云和乌师姐配合，支持守护铁补天。只要铁云不垮，大赵就无暇对天外楼进一步侵害。不过，弟子有一请求。你说，我尽力帮你。弟子目前修为尚浅，想去历代内门弟子历练之所提升修为。寒冰之壁，以你目前的根基，难以抵挡那至阴之寒，恐怕……您放心吧，弟子从小火力就旺，还请掌门成全。哎，你有历练之心，提升下也好。明早你独身一人来聚云峰，我在祖祠等你。切记，第五轻柔眼线已深入门派，此任务甚为机密，多一个人知道，你就多一份危险。弟子谨记，谢掌门。计划提前了。楚阳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事不宜迟。寒冰之壁，寒冷彻骨，每次只能一人出入。即便你在里面遇到了危险，我也无法援助你。楚阳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师傅？师傅，我……老妖，事关天外楼的生死存亡，是我让楚阳保守秘密，没有告诉你的。你真的要派楚阳去？楚阳不过刚突破50，修为火候不够，现在进入这寒冰之壁，恐有生命危险，还请师兄斟酌。老妖，天外楼弟子虽多，但能担当大任却寥寥可数，我没得选。当师傅的自然要保护徒弟安危。师傅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，可楚阳不光是为了得到剑剑，也是为了您和丹丹的未来。你还在这里磨蹭什么？赶快去把剑剑取来！管他铁轮还是大赵，都给我统统化为齑粉！
剑魂，你吵什么风？我忍不了你磨磨蹭蹭，忍不了孟愁然的婆婆妈妈。你放尊重点，不许说我师父婆婆妈妈。杨儿，你说谁婆婆妈妈呢？我，徒儿去意已决，还请师父成全。你可知，吴元良此次出去要派你做甚？你又可知，为了这任务，你在天外楼的所有痕迹将被全部抹去。这一去，你将孤立无援，九死一生啊！徒儿知道，为了您，为了谈谈，为了天外楼，为了下3天苍生，徒儿无悔。既然楚阳想要为天外楼身先士卒，你也不要阻拦了。你切记，要在1个时辰里出来。杨儿，要小心啊！老杨，看来你对徒弟还不如我了解。楚阳的言谈举止，生来就是做大事的人，岂能被你困在紫竹园里？杨儿，寒气森森，我却感觉不到。这里的确是个修炼的好地方。这里，就是这儿。你让我进去？寒冰之壁只能1个人出入，不要违背组织。老姚，别冲动，让开！你的修为何时突破了剑宗境界？说起来，还多亏楚阳偶然间提点，让我突破瓶颈。那你我就切磋一下吧。
光万丈茫，途尽天下又何妨？深埋不改凌睿智，一句风云便是皇。所以，这才是剑尖归位的真正样子吗？不错，而且在你和剑尖相合之时，老夫已帮你把修为升至武士3品。不信你试试。连升2品，真是双喜临门。不光拿了剑尖，居然连修为也跟着提升，这便是九节剑的认可吗？这都多亏老夫，让你离上3天更进一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要这9重天再遮不住我的双眼，我要这命运只掌握在我手中。寒冰绝神掌，比几日前的掌力还要深厚。禀告师父、掌门，这寒冰之壁果然奇妙，弟子在里面修为得到突破，现已是武士3品。居然在短短1个时辰内修为连跨数品，果真是个练武奇才。老妖，你呀，别限制你徒弟的发展了。楚阳，事不宜迟，你尽快前往铁云与倩倩会合。记住，一定要保护好铁云国太子铁补天的安全。掌门放心，弟子一定办到。铁补天少年才俊，是个明智之人，一直以来任人唯贤，不是依靠花言巧语便能糊弄的。到了铁云，能让他信任的办法，只能靠你自己想。还有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切莫逞强。你的安全同样重要。这是